在2024年末，以摄影见长的两家手机大厂，也就是 OPPO 与 vivo， 前后推出他们的旗舰机种，分别为 OPPO Find X8 Pro 还有 vivo X200 Pro。前一阵子已经分享这两款手机的评测，大家有空可以回头看一下。但这两款手机到底谁拍照更强呢？就如先前预告的我要做一集 PK 分享给大家，所以这不就来了吗？接下来直接来捉对厮杀。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说到 OPPO 与 vivo 这两家在这几年的进步超级快，尤其在摄影能力上，根本就是突飞猛进啊。OPPO 跟哈苏合作 ，vivo 跟蔡司合作，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养分。不过从去年开始，两家在望远镜头上走出不同的路。OPPO 在 Find X7 Ultra 上面采用双潜望远镜头，而 vivo 呢，则是在 X100 Ultra 上使用了2亿像素感光元件作为望远镜头的重要根基。而今年分别推出的 Find X8 Pro 还有 X200 Pro 呢，就是继承这样的镜头配置所推出的。到底谁走的路才是正确的？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镜头规格的部分，大家可以先直接看一下比较表。接下来会以超广角、主镜头、还有长焦、还有超长焦望远焦段做比较。另外也会简单分享一下舞台模式毕竟大家都很关心哪一只手机比较适合拍演唱会。OPPO Find X8 Pro 还有 vivo X200 Pro 超广角部分规格，我觉得相差不大日拍部分，两者色彩表现完全不一样。X200 Pro 对比明显比较高，色彩也比较浓郁，而 Find X8 Pro 呢比较明亮。那细节部分基本上完全分不出高下，表现都蛮好的。不过 X200 Pro 预设超广角校正的功能所以拍照时建筑物看起来会比较正一点，就是边缘它也会有一些矫正这样子。而 Find X8 Pro 呢，选项中其实没有看到这个选项所以它也没有去做矫正的一些功能。夜拍部分 ，X200 Pro 同样有着对比比较高的特色。夜拍时，我觉得拍照会比较吃香，有一种比较明亮的感受。Find X8 Pro 上面就表现比较平淡一些，不过两者在细节表现上几乎就没有差异了。在超广角的部分呢，不晓得大家会喜欢哪一种风格呢？请大家留言让我知道。Find X8 Pro 还有 X200 Pro 主镜头部分，两家都用大光圈来弥补感光元件尺寸不到1寸的缺憾不过 X200 Pro 在感光元件的尺寸上还有光圈上是比较占了上风我们接下来直接看照片。日拍部分 ，X200 Pro 对比色彩都明显的浓郁许多。Find X8 Pro 呢，则是比较轻盈明亮一些。细节部分还没有放大之前，两者感受不到差别，但放大之后 ，X200 Pro 表现稍微好一点点。夜拍部分 ，X200 Pro 同样有着高对比的特性，跟日拍比起来，差距就变小很多了，反而分不出 Find 跟 Find X8 Pro 的差异但 Find X8 Pro在高光抑制上的表现，就没有 X200 Pro 来的明显所以在夜拍的部分，我是反而比较喜欢 vivo X200 Pro 的一个表现。话说大光圈主镜头特定角度眩光问题，两款手机在斜入光时都会发生角度，发生角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其实不止这两款手机只要光圈够大的镜头都有机会发生。我认为大家不需要太纠结在眩光上这个是在相机圈大家早就知道的物理光学现象。如果因为这个现象而舍弃掉两款手机的强大拍摄能力，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惜不过你如果真的很在意，两款手机都有 AI 消除眩光，表现都很好。如果在拍摄中担心会有眩光出现，其实只要用手遮一下就好了。所以主镜头部分，大家喜欢哪一款手机的表现呢？Find X8 Pro 还有 X200 Pro 望远镜头部分，光以3倍跟 3.7 倍的规格，也就是 Find X8 Pro 的3倍，还有 X200 Pro 的 3.7 倍。X200 Pro 基本上可说是完胜但别忘了 Find X8 Pro 有这6倍的望远镜头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比呢？好，没关系，我们直接看照片。在3倍焦段 ，Find X8 Pro 是光学焦段。而 X200 Pro 是用主镜头的放大的数位焦段。
日拍细节上，在放大前，其实我觉得差异蛮小的，但一大放大之后，就可以感受到 Find X8 Pro 明显优于 X200 Pro， 夜拍部分也有着相同的状况，而且啊，在 Find X8 Pro 表现上啊，更为明显优异哦，显示啊原生光学焦段的强大优势。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3.7 倍。这部分 X200 Pro 就是光学焦段的，那 Find X8 Pro 呢，则是数位放大，是些微的数位放大，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异太大。细节部分 ，X200 Pro 的焦段呢，就比3倍的时候要明显好非常多哦。在不放大检视底下，两款手机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差异，但一放大 ，X200 Pro 呢，在细节上表现就比 Find X8 Pro 要来的更好一些。那6倍部分。Find X8 Pro 呢是光学焦段，而 X200 Pro 是属于无损放大。依常理来说啦，光学焦段应该会比数位焦段来的优异，但实际表现如何呢？以日拍来看，即使放大后啊，两者细节差异还是很小，但 X200 Pro 的高对比啊，会有让细节刻画比较优异的感受。夜拍部分，在还没放大之前就可以发现啊 ，X200 Pro 明显表现比较好，后来才发现啊。部分场景 Find X8 Pro 可能是因为光线不足，是由3倍的镜头来数位放大所拍摄的哦。但即使是判断为光学焦段的6倍表现，依然没有 vivo X200 Pro 来的优异。Find X8 Pro 还有 X200 Pro 在10倍以上都是属于数位放大焦段。这个焦段以上呢，除了考验镜头本身的能力以外，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数位演算法的能力。Find X8 Pro 在10倍到60倍之间会以 AI 来提升解析度哦，那60倍以上就会以 AI 进行影像重新建构。也就是说啊，它不一定是真的会还原原始真实的画面哦。X200 Pro 部分就是仅以 AI 来提升影像解析度，并没有去做重新建构。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日拍部分10倍到30倍部分啊。在光线充足时啊，两款手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接近黄昏光线比较不足的时候 ，X200 Pro 就开始明显比较有优异的表现，而夜拍的部分更不用说。那部分场景 Find X8 Pro 依然还是用3倍镜头来去做放大，你的6倍到底要干嘛？所以这部分 X200 Pro 几乎就是压倒性胜利，而且在高光抑制上 ，X200 Pro 表现也表现得更好哦。但是在60倍以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Find X8 Pro 在日拍啊，有着 AI 重新建构的优势啊，细节明显优于 X200 Pro， 而且倍率越大，相差就越大。但在夜拍部分，就还好，差距并没有太大，因为两款手机在60倍以上的夜拍表现都没有很理想，所以这部分大家看看照片就好了。对了，在超长焦段拍摄时候啊，Find X8 Pro 的手持稳定性并没有太理想。也就是说，要对准所要拍摄的画面并不是很容易，而这点 X200 Pro 就相对好很多，而且比较容易对准来去构图。Find X8 Pro 还有 X200 Pro 都有5台拍摄功能，两款手机在光线控制上都做得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完全不用调整亮度，拿起手机就可以拍。在10倍以内，两者细节的差异并不会太大。但是在20倍的时候呢 ，X200 Pro 似乎就比较好一些。不过这部分我觉得我拍摄的样本数比较少，所以大家就参考一下就好了。那话说啊，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两款手机都有手持拉光轨的功能，也就是拍摄车轨的功能。所以两款手机的光轨，我觉得都蛮丑的啦。但在照片中啊，可以看到啊 ，X200 Pro 在高光抑制上的表现，其实真的优异很多没想到啊，在拉光轨的时候啊，还有去连同去做一些高光抑制啊，所以我觉得这表现还蛮好的。那对了，大家应该有发现，在评比中我没有去测长焦微距，所以我直接分享一组啊对比，大家就可以看出结果了哦。Find X8 Pro 啊，在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它就会用主镜头来做数位放大，而 X200 Pro 直接用3.7倍的光学镜头来做放大，细致度上差别就非常的大哦。那这部分啊，如果对于长焦微距比较有需求的朋友，就应该知道如何选择了。那整体来说，两款手机在表现上都各自有擅长的焦段，即使啊可以分辨差异，都维持着相当近的距离哦。
那 vivo X200 Pro 的3.7倍长焦真的很厉害，大光圈搭配2亿像素，可以参考的数据更多。对于 AI 要提升画质来讲，就比较容易一些。而超过30倍呢，就是 Find X8 Pro 的天下。AI 重构照片虽然不一定能够还原现场，但已经非常接近，而且难以看出破绽。以上就是 Find X8 Pro 还有 X200 Pro 的 PK 大战，我这边就不给出胜负了哦，让大家自己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看法。那就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